走出永乐町站，秦海通带领我探寻东京法餐经典中的经典。经过磅礴的建筑，原来是半岛酒店。半岛酒店的地下藏着一个经典的法国餐厅 Ambitious， 这个名字来自于古罗马的一位美食家。但今天除了历史名字，也是东京法餐界重要的符号。楼梯带我通往类似19世纪的典雅时刻，越来越期待。毕竟这是一间见证东京40载春秋的 Grand Mansion。这次旅途中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：东京3大传统法餐餐厅分别就是 Loggia、Le Con 以及 Ambitious。像踏入了一个小型的艺术馆，这时候突然想起最近重温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1995年 BBC 拍摄的版本，影像有时光的印记，但精良的制作让影集仍然是跨时代经典。这里的场景也是，团队的专业也是。炉店的装潢散发着岁月的庄严厚重，并没有因为时光而失去原本的光泽，红木闪闪发亮，跟新的一样，因为时间更加美丽。有许多画作跟鲜花，听说画作有名家，感觉是下重本的布置。东京传统法餐餐厅的人员举止跟仪态都令人惊叹，不过这里总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特别，不仅语言通畅，举手投足的优雅格外让我印象深刻。这里独特的餐前橄榄，饱满无籽，适口的咸酸，咸味带着海洋的味道，适合配酒。我开始怀疑没有点酒不是Ambitious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套餐开始，首先是冰凉鲜美的番茄青豆干贝冷汤，清爽又能积极食欲共振，每一口都将冰冷的番茄酸香与干贝鲜美完美传递。精心设计的迷你分量更是巧妙地挑起了味蕾的期待。配面包的奶油用漂亮的银盘装着，面包似乎提供3种软度的面包，我选择最软的一种。餐具很美，光吃面包也觉得这个氛围还蛮让人陶醉的。配着奶味浓郁的奶油，还蛮有风味的。前菜的选项是鳗鱼还是兔肉派呢？我最终选择兔肉派，因为介绍说这是传统料理，猜想是法国古老技巧烹调，而且听说在法国，兔肉料理就像家常菜。这道菜巧妙结合了兔肉、松露还有各式菇类，红酒酱汁还加入了黑醋栗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兔肉，质感比鸡肉更加柔嫩，却保持了适当的弹性。兔肉派勾起了某个中式菜的回忆，似曾相识，但具体是哪个味道说不太出来。一道菜有时候是1位以上的服务人员一起上菜的。主菜我非常喜欢羊肉，所以选择了它。有带骨的腰肉和切薄的羊腿肉，提供了多层次的羊肉口感。羊腿肉又滑又嫩，圆满表达了羊肉的风味。酱汁跟羊肉也蛮搭的，整体来说，尤其喜欢羊腿肉。而对于带骨腰肉的话，我更加喜欢稍微软一点的火候跟口感。基础套餐的上半场用平淡的风格悄悄画下句点，开始发呆，直到传统3层甜点车闪亮登场。原来精彩是在下半场悄悄展开。日式洋食的经典甜点布丁跟季节水果的派类甜点，哇哦！选择困难，餐厅人员优雅地提供诱人的建议，或许每一种一个呢？有水蜜桃派，有芒果慕斯，有芒果香蕉塔，以及我记不起来源的进口无花果做成的派。还有这个绝世而独立、独自在一方的苹果塔，当然也有青苹果派。他说 "One for everything" 这句话打开我的新世界。慢着，还有冰淇淋跟雪落，认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雪落口味有李子、血橙、青苹果、葡萄，冰淇淋少说也有1-2种口味，英国茶跟胡椒。无法选择，真的无法选择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贪婪跟自制之间挣扎着，餐厅人员他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 ，both 都选吧，他说。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成熟大人都会做的决定，当然是通通都来一点。现代人不就是要讲求对自己诚实吗？为了说要，我就全拿。
盘子上丰盛的甜点比我预想的还要大。水蜜桃派，满满的水蜜桃，贵贵的无花果也塞满无花果派，每咬一口都是波波的无花果口感。焦糖布丁甜度刚好，一口接一口。天啊，日本的布丁真的好棒，太好吃了！冰淇淋跟雪酪都非常优秀，非常好吃，表现得可圈可点。特别喜欢葡萄雪酪，酸酸甜甜，入口满嘴葡萄香，是天然的葡萄香哦。餐厅常推的胡椒冰淇淋果然特别，一开始给我一种迷迭香的感觉，后来胡椒那种微微出鼻子的气息就散发出来了，非常特别，确实不错。苹果塔如预期中的美味，这个好像是翻软苹果塔吧，酸味清新，苹果的清甜在尾韵中悠悠展开，咀嚼之间可以感受到果酱的粘着，塔皮很浅，几乎都是爱吃这个糖煮苹果，我觉得十分划算，香气十分迷人，苹果甜美婉转的气息，世间一切美好就在这个苹果塔里了。我看到其他客人有点花草茶在桌旁现煮，许多人悠悠品酒。后来听说这里的藏酒是日本数一数二，有市面少见的珍贵种类，而且价格相对友善。另外的特色是单点菜单，藏满40年的经典手艺。让我在想，这次体验的方式跟方向好像可以再调整。下次想要单点，并试着品尝他们的藏酒。服务、礼仪、甜点，那绝对是顶级的。但是要更加感受到美好，选择的方式也许是关键。我是觉得今天也许